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于老师，欢迎伯宏兄；心理医生觉民老师，欢迎觉民老师；情感导师严品红严老师，欢迎严老师；情感导师陆琪陆老师，欢迎陆琪老师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4位情感导师是如何帮助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的。来，我们2个人都是离异的，我和前妻有1个女儿归我抚养，他和前夫有2个儿子归他抚养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一家5口人的大家庭。我们在一起交往6年，结婚2年，2年以来，我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他每天当我像空气一样，我对他很失望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竭尽全力，能够为他做的我都做了，但他总是各种不满意，还一次次伤我自尊。他一次次的欺骗我，我跟他在一起受了太大的委屈，不想跟他过下去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张先生44岁，来自河南厨师；袁女士46岁，来自河南无业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胡老师好，各位嘉宾们好，欢迎2位哈。对面的是您夫人。对啊，结婚多少年啊？结婚2年了。再婚家庭。对对对。今天谁要来？我要来了。是他要先来。哦，来干啥？就是因为他老误会我嘛，就是家庭矛盾比较多，感情上有点问题吧。就是在我们刚结婚的有2个多月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刚结婚的时候感情还是可以的。就有一次，我的女儿嘛，她就是因为我刚结了婚，她不愿待在家里，她就找了寒假工。那一天早上呢，她就去上班，脱了有衣服嘛，她平时也是自己洗。那一天呢，她不知道是自己等着上班还是怎么回事，她就说把我衣服洗了，就是说话比较冲一点。我老婆呢，正好当时在那洗脸刷牙，听到这话以后呢，她说：“你自己的衣服你都这么大了，为什么你自己不洗啊？非要让你爸洗？”因为我女儿那时候才15、16岁嘛，她本来都有点叛逆，听见这话以后，她都心里非常生气，她直接说：“我让我爸洗，又没让你洗。”然后我老婆都这样跟她吵。他骂我，你也不管。是说话有点冲我，当时我都在边上听着呢。他开始把衣服一扔到他爸爸的脸上，也从来也没听他叫过爸爸，扔到他脸上，把他手快指到挨到他鼻子了。他说：“把我衣服洗了，你不洗你试试。”我看到他这那么欺负他，他都不吭声嘛。他是一个晚辈嘛，那么大个闺女了，他不教育，我都说你那么大了，你还要你爸爸洗。我说你爸爸的衣服都是我洗，他说关你什么事啊？他都这样说些脏话。人家不是挺袒护你的吗？但是我并不是说我不向着他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看他之前我女儿并没有说冲话。上学一个学生都骂人，不尊重我，学生起码要尊老爱幼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非曲直，老人爱幼，爱都是爱小孩。明白了啊！这是你们婚后2个月的时候发生的第一次争执，是吧？啊，还有啥事儿啊？还有就是我妈今年都80了，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就算78了嘛，虚岁都79了。因为我妈身体不好，常年有病，有高血压呀，还有那个血脂稠啊，就是容易得那个脑梗、脑堵啊，长期吃药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妈年纪大了，在家里边是吧？我给你多拿点零花钱，你都在家给老的伺候好。小孩因为我女儿在外地上学，都没在家，但是她不想管，她老说，没喝我妈一口水，没吃过我妈做的一顿饭，等等吧，反正各种原因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就给我妈在养老院里住，一直都在养老院，几乎1年都不回来1天。不是，您这个在结婚之前，老母亲住哪儿啊？结婚之前在养老院，因为我的工作呀，我不工作挣钱的话，是吧？没人照顾。所以您是希望成家以后，老母亲不再住养老院？对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他妈妈每次病了都是
我招呼他，都是我伺候他嘛。你还没给我别说1分钱。每次了，我跟你认识以后，我妈住过2回医院，都是输水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去的。来，别再说那些话了。还有啥事儿啊？我是干餐饮的，我以前是自己开个小饭馆，现在呢都等于拆迁了。拆迁了以后，然后我就给别人上班。那餐饮有时候回来早，有时候回来晚，偶尔的客人多一点，回来晚一点，他都认为你这又是干嘛去了？今天回来这么晚。一回来你说你累了，我给你洗脚水烧好，端到你跟前洗脚，你说不洗，那么晚了不洗了，不洗你累了，为什么不睡觉啊？还在床上玩手机？我说你不要玩手机了，你跟我说话，他都烦我。为什么？老看到我不顺眼都是这样，老发脾气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呀？我就可以这样说，我从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他办结婚证，把他的户口从四川移到我们家，然后中间这个迁户口也很麻烦的。回来他说我没坐过飞机，我又带着他从重庆坐飞机在那玩几天。你等我说完。中间反正费了好多周折，我又带着他坐了飞机，然后玩，然后才回来的。他自己都说，他说你现在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这是结婚2、3个月以后还这样说。我说你是我老婆，我能不对你好吗？咱们结婚了是不是？我肯定要把你当成家人。是的，开始结婚后来4、5个月以后哈，最后都变了，一下子都变了。产生矛盾的原因呢，是我不理他的原因是，中间他说话啊，经常明明是自己上网多，偏偏说我好抱着手机。我敢说，我从来都没有说给任何人聊过，包括男的我都很少聊天。我经常上街都不带手机出去，停！您平常是不是确实在家没人说话？是的。我看出来了，憋坏了，到我们这儿就想说，是吧？是的。拦都拦不住，对吧？你还想跟他过吗？我直接问吧。他要不改，我不愿意跟他过。好，这就是这样。好，您让他改什么？改什么？家里的保险柜密码，交往了6年了，结婚2年了，一直不跟我说密码是多少，一直不对我说，手机碰都不让我碰，手机哪里都塞得有密码，相册有密码，微信有密码，联系人也有密码 ，QQ 也有密码，支付宝也有密码，哪里都有密码，屏幕上直接都谁知道密码我都打不开，还需要谁那么多密码吗？去哪里也不跟我说，也不跟我商量，那想干什么都干什么。西边那个房子一直锁起来，他想什么时候开都什么时候开，钥匙藏起来，我找不到，不知道他放在哪里的。财产不公开。前几天我说我没钱买菜了，10点多了，你上那么晚了，不开灯，不知道在哪里拿了100块钱出来，摸着去拿。怕我看见了，他一直防着我，跟当贼一样防着我。你们这个从认识到结婚，交往6年，结婚2年，在这个期间啊，您都不工作吗？去年在工作，今年没有工作。哦，结婚2年，工作了多久啊？4个多月。从事的什么工作呀？在工地上开电梯。好，后来不做是因为工地的活结束了是吗？是的。啊。那为什么现在就不再找一份工作做呢？等于你现在一个人在家里，对吧？是的。然后他每天正常去上班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。他从来没有工作过，就是说上工地上开那个升降机，就跟电梯一样，就一个手搬上搬下都行了。我给他办了证以后，还是勉强让他去的。他还说啊，给他网友聊天。我从来都没干过，非得给我撵到工地上等等。反正他们那网友都说，哎呀，跟这样的老公怎么样？说话很难听的，都把我说的不像个人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我都知道他经常打电话这样的。我比方说，我偶尔的从外边回来啊，下班，他正在给别人打电话，然后就说啊怎么样，身高还没1.5米多了，还没我高，家里穷得很，怎么样，都把以前的事了全部兜一遍，可以说让人听到崩溃，都没一点办法。你说那保险箱，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保险箱。我的保险箱哈，里边没有装电池，是2个钥匙开的。他以前问我给他说了，我说是2个钥匙打开了。结果他自己没打开，他都怨我这了怨我那，又找人又给我保险箱那个外边那个密码也给我砸坏了，而且还要找一个
他认识的一个人要过来给我保险箱锯开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这样说，我没再一个有叫。，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手机，我说你要是看手机对着我把我的手机解开让你看，你想怎么看怎么看，看了以后，等你不看的时候把手等我机给看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都删掉了。他老是非得要知道你密码偷偷看，比方说睡到半夜醒了，把你所有的联系人什么的都给你偷偷的抄下来，或者记着，过了给别人联系，问跟我什么关系，不管男的女的他都不信任，就是一个男的名字，他也认为是存的女的电话，故意写男人的名字。立马对你说，你想什么时候看都什么时候看，对吧？他网友很多呀，他建个群，我有一个嫂子嘛，他给他拉到群里边了，他在群里整天胡说八道的。把我的车也拍个照片发到那个群里边，说有看见我的车停到宾馆停到哪，给他说，或者我的车带着女人什么的约会了，给他说，他让他网友到处那样说我叫啥名字，我家住到哪，经常这样说。也就是他发动他群里的网友查你是？对，几百个人，对对对。你是怀疑他在外面有什么人吗？是的。啊，是你想象出来的，还是说确实有这么一个人？因为他有这个习惯。他在网上登记找对象，还说是单身，明明有老婆，干嘛要说自己是单身呢？要登记自己是单身，还找对象呢？他在网上说自己是单身，是的，相亲，是的。啊，这个你是有实锤的吗？就是你看到过吗？我看到的，在 QQ 上面写的自己是单身，要约会找对象，还发的有定位，在我们门口不远，定位那个学校那里。我给你解释一下，那是我认识他之前的 QQ， 那以前有那小程序。我认识他以后，他说我上 QQ 上找人了，后来我给 QQ 卸载了。卸载了以后，18年有一次是因为写一份材料，我从电脑上登了一次 QQ， 从此再没登过到现在。然后这个 QQ 是以前的，他一直现在我不知道他从哪弄的 QQ。2019年都还登 QQ 了，那上面显示哪一天哪一月都有。我不知道他从哪找的我的 QQ。你承认在跟他交往之前，你发过？对。但是跟他交往到婚后，你从来没发过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但是你认为他在跟你交往期间和婚后，一直持续不断的在网上发他自己是一个单身，找异性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吗？他在哪里工作？他不告诉我。那天他走前面，我走后面。直路不走，故意绕圈走，跟我躲掉了。我的车子跟踪不上，我到处去问那些饭店里都没找到他。最后吵得很厉害，吵了好几天，我非要知道他在哪里的工作。最后他告诉我了。去了吗？去了。是在那儿工作吗？是的，他以前不是说的那个地方。我给他说的那个路是他自己没找对。那为什么不带我去呀？他后来去到了。回答他刚才的那个问题。夫妻之间。为什么非要等到我吵架生气了，你再对我说？开始我轻言细语跟你讲，问你不告诉我呀？回应。为什么要我逼你，你才说呀？自己不愿意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来，过来，你来，你到我这儿来，问他。问他，快来嘛！那么想问，来问他，来，快，请。这是你站的地方，我不站。啊？这你站的地方，你请吧。您还知道啊？那您请回行吗？您这他怎么回话呢？您让他回答什么呀？因为我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爱说话？他不承认。你怎么又说话了？不说了。妻子要求去丈夫的工作单位，合不合理？合理。为什么不带他去？我带过他去2个地方，每一个地方去了他都是有其他事儿。比方说今天我带他去了以后，过了他会偷偷的去，因为饭店里避免不了肯定有女的啊，不管是服务员还是大姐，甚至比我大多少的哈，他只要看见你，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还是说在那去工作也好，任何原因，他只要偷偷看到你跟哪个人单独在一起，就来这事那事的，太多了。我带他那个店，他给老板续了能半个小时，去过2回续的，那老板都给我说，你这种心情上班能给菜炒好吗？以前在一个饭店里上班，有一个寡妇，老公死了，她
他晚一下雨，他都去送他，深更半夜去送他，也是不让我知道，最后才知道的。所以在你的脑海当中，这个男人其实一点都不可靠，对吧？是。他跟很多异性都有说不清的关系，暧昧不清的关系，对吧？是啊。他是一个特别不老实的男人，是不是这样？他本级都不老实。您跟他在一起图个啥？为啥不离？离婚名声不好，不是吗？都离过一次了，不想。你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看看他们怎么说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博宏兄，你看你已经称得上祥林嫂的妈妈了，你比祥林嫂都厉害。一个40多岁的女性，身体健康，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工作呢？你没工作，在这个家庭会有地位吗？你丈夫会看得起你吗？另外，你的儿子是跟你生活的，你对你儿子负责任吗？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你看，你不到外面去工作，每天花大把的力气去疑神疑鬼，去追踪他，去调查他，甚至让发动周边的人去监督他，你乐此不疲，最后他死不改悔，是不是会把你逼疯啊？你不能认为因为我已经有一次婚姻了，我不能再离婚了，我再离婚没面子了。你们这样段婚姻如果再维系下去，有一方剑走偏锋，有一方情绪失控，都会有产生严重的后果。所以我今天真的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恳求你们2位离婚吧，好不好？谢谢博宏兄，谢谢老师。任老师看起来总体印象是什么呀？我的总体印象是这个，这对夫妻啊，是典型的这个中国式夫妻。特别多的怨言，他的状态不好。但是先生，你作为一个地主啊，你是本地人，娶了这样一个大老远嫁给你的女士，自己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在婚前就考虑清楚。你给她怎样的家庭财务的权利？你应该给她怎样的家庭氛围？你应该怎么处理复杂的再婚关系？你的母亲、你的女儿和他的关系，包括和他的儿子的关系，你婚前要考虑清楚。信任问题，你把他娶来，他不上班，他在家做什么？和谁聊天？你又在工作岗位中和人怎么相处？如何营造你们家庭的信任关系？你应该考虑清楚。我这么听来，你什么都没想啊，就觉得哎呀，我娶个媳妇儿就得了，就能过太平安生日子了。哪有那么轻松的婚姻啊？尤其是再婚，尤其这是跨地域的复杂的再婚关系。所以你什么都没想好就匆匆进入了婚姻，然后就眼前一片一地鸡毛的狼藉。你没有做错吗？而妻子，我想说的，你今天这个状态，我相信在你们的小家庭、你们的婚姻当中，无数次的上演，你就是这样的声音、这样的状态。真的是一个真的胸怀再宽广的人，天天听你这样沟通，你们的婚姻也很难继续。因为他一直都把我当外人，防备我，我气的。你把自己当内人了吗？他一直把我当外人，一直防备我。你从来不相信他，何谈他能够让你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？相信都是彼此心中的，如果不信任，何苦走在一起呢？你知道，你刚才那个状态让我觉得。你真的要去考虑如何调整情绪了。如果长期在这种不好的情绪、无力控制自己情绪的状态下生活，时间久了也会生病啊。如果一段婚姻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好，但至少不要变得更差吧。你觉得你现在比起10年前那桩婚姻更好了吗？我看不是。你把所有的对生活的不满，所有的对感情的不信任，全都一股脑的发泄到他头上。他即便是个值得信的人，最后也越来越不被你信任，甚至还真有可能出现你怀疑的问题哦。天天面对一个妻子的指责、埋怨，他也需要一个出口吧。所以婚姻越过越糟，你们2个都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。我们都说再婚不易，那好容易组合到一起了，各自带着各自的孩子走到了一块儿，就这么糊里糊涂、这么不开心过下去吗？
如果想过，你想过啊，现在是人家已经不想过了，你想过，你就摆出一个想过的姿态来，信任他，对他好，自己独立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迟早就是离婚。离婚可是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事儿啊，谈不拢可以起诉，第一次起诉判不了，可以有第二次。人家要想离，还真能离得了。如果你不想离，请你调整情绪，学会信任别人，真的做一个从外地嫁过来。以后我愿意离婚。什么？他不改的话，我也愿意离婚。行，那离吧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杜琪老师，兄弟，你不厚道。给他钱，就让他带孩子。他前夫是个什么职业？没吵过架。他前夫是为什么呀？你把一个对你最好的男人给丢掉了呀。然后你又找了一个男人，认为是一个好男人，结果并不是啊。你还有你对你前夫那一套，对他肆意妄为有用吗？你是你前夫彻底把你惯坏了，你根本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，是你前夫一直在供养着你和你的2个孩子。当这个男人出现的时候，你以为他能给你那样的生活呀？不会。出去给我干活去，你受得了吗？你干不了。你脱离社会10几年了，你能干得了活吗？你现在咆哮有什么用啊？你天天跟这么打有什么用？陆琪老师为什么让他厚道？陆琪老师的核心是，不要太欺负人了，娶一个女人回家，好好待她，好好过日子，听懂了吗？明白。严老师说的是什么呀？女性要独立自主，你要弄清楚你到底要什么，而不是天天在那儿抱怨。他不要防备我，我都去找工作干。他为什么会防备你啊？你40多岁的人，你还不明白啊？不防备我，我现在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你。要用时间让我相信。你进来跟我闺女打，你是出于好意，你想管教她，她不想让你管教。我娶了个媳妇儿，进门把户口办来，我想在村里面撑腰，把老娘接回家里面住几天，你还是给我送到养老院了。我过去是光棍一个人的时候，我送养老院，我脸上可以。我现在结了婚了，老娘还住养老院，你觉得她面子上过得去吗？她怎么能信任你呢？所以这就是我说的，你的前夫把你惯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孩子，你枉为40多岁的女人，你枉为一个母亲，2个孩子的母亲，你懂生活吗？你要求他的孩子以后我不管了，我你要求我娶了个媳妇儿，这个媳妇儿跟我说，你们家孩子以后我不管了，他能信任你吗？你傻呀！今天台上1、2、3、4个人全都在帮你，你压根儿都没认真听，全在你的思路上。那这样你就随你便吧。我想告诉你的非常简单，想让一个男人信任你，不是你成为他的妻子，他就会信任你，他在观察你怎么做。你的做法显然把他越推越远。想让一个女人好好跟你过日子，不是人家想好好的，是你怎么对别人的。明白。剩下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觉得咱们俩真是你一直都不信任我，要不行就离婚算了。你别老办了不离，其实你不理解。我给你1个月正常的2000块钱，让你养到老的，有错吗？搁正常的家庭，电费什么都是我的，家庭生活全是我的，我压力很大，懂吗？给1000。你像我妈这么大年纪没人管，行吗？我不手里没一点钱，行吗？你都从来不理。我不上班，我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你兑出来4000多块钱，咱家里零花钱我都给你明明白白的，你不信？哎呀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，因为你的瞎话太多了。老说自己凭良心，反而说点子瞎话。我的微信他们是都没看见，知道吗？他们谁看见都能蹦起来。我让编导都看过，我那微信骂的都让人都不能提。你骂我老的干嘛？老说我跟我妈一样怎么样？你也骂我妈了？每一次你骂我妈，我为什么对你冷漠？刚结婚的时候，你骂我妈，我才烦你的。刚结婚时候对你好，为什么对你冷漠？后来，好，谢谢2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，来看一看啊，他们作何选择？请开门。朋友介绍认识的，到现在我们结婚7年了，有一个儿子。
已经6岁了。我觉得刚开始我们一家3口还挺好的，但是公婆的介入让我们这个家一切都变了味儿。每天都在上演婆媳大战，每天我都在解决矛盾，受着夹板气的滋味，让我越来感觉力不从心。7年的婚姻生活里，我们有太多不可调和的矛盾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经营好这个支离破碎的小家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杨先生31岁，来自哈尔滨销售；郑女士38岁，来自哈尔滨无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多少年啊？7年。7年。对。人家说7年之痒，真痒痒了。有点。为啥呀？我俩是13年通过朋友介绍，然后认识以后就结婚了，然后婚后没多久我就怀孕了。我怀孕5个多月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，我想离职，因为我当时是在那个商场卖家具，然后就怕对孩子健康有影响，所以我就跟他商量，但是他就不同意。我当时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你说咱们刚结婚，所有的经济压力都挺大的，咱们2个人一起上班，是不是经济条件能更好一些？是，别人家的老婆都是临盆了还在上班，那你怎么就不能坚持坚持为咱们这个？那什么样的条件算好呢？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妈给我拿了5万块钱嫁妆，我都给你了吧？是让你留着家用。最后在我强烈要求下，然后我才离职的。然后离职不久呢，我公公婆婆就来我家跟我商量，想把他现在住那个40多米的房子租出去，然后能租1000多块钱。这个钱呢就留着我们生活费用。他和我公公就搬到我家来。我当时还挺高兴，一想能有这么善解人意的公公婆婆。没多久我公公婆婆就搬我家来了。然后来了以后呢，我婆婆就说，你们要每个月拿出1500，我和你公公我俩的采购是由我俩来负责，就不用你每天出去了。然后我们租房子那个钱呢存起来，留着孩子出世以后用。然后我也同意了，但是事情并不像想的那么好。然后我婆婆每天做的饭呢，就是白菜、土豆、萝卜，基本就是这些。那老人有老人的想法，他们勤俭节约惯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吃点清淡的，你说对身体不也挺好的？我感觉你就是事儿多。吃清淡的是可以，但是不是分时候吗？我当时正怀孕，然后我想吃点什么呢，还得跟我妈打电话，跟我妈说，然后让我妈给我送过来。你妈不送过来，她不也正常吗？她不也是妈吗？然后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婆婆呢就每天就去送顿饭，就不管了，一直都是我妈和我老公照顾我。然后孩子呢出生第3天，黄疸特别严重。大夫让交1万块钱的医疗费，因为我妈在我生孩子之前给我拿了1万块钱，我把这个钱就放在我老公那儿了，给我老公了。然后我就管他要这个钱，让他去把这个医疗费给交了。他当时就说没钱。是这样，主持人，这个当时吧，确实他把钱交给我了，完了我转天吧就把钱交给我母亲了。我母亲吧，其实也是碰巧就碰着一个理财的朋友，他就全都买了理财。这个事儿我反正也没跟他说啊。那你要买理财，你需要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去买理财吗？你不用生活吗？不用留点钱生活吗？那你赶着这个时候不就赶到这儿了吗？然后我出院，然后我妈看着我婆婆也不太愿意照顾我，还怕耽误我老公工作，她就请了1个月假来照顾我。出了月子以后，她自然又回去上班了。然后就是我自己照顾自己，婆婆一天就给我做2顿饭，还是白菜、土豆、萝卜，有的时候呢还给我吃剩饭。等我老公下班的时候，我就回来跟我老公抱怨，然后我老公去找他妈理论，理论完了，我婆婆当时没说什么，然后等着我老公第2天上班，就跟我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然后就上厨房摔哒哒，嘴里还说你要是有啥事你就跟我直说你至于这么里挑外撅吗？然后就把门给关上了，一天就不理我。你说你也是，我这一天嘛早出晚归的，你说我这一天也挺不容易，成天你还得给我添事儿。完，我还得调节你俩之间的关系，我一天多累呀！那我不累吗？然后我饿了，去厨房想自己弄点吃的，这时候孩子哭了，我又回去马上哄孩子。
可能厨房是弄得乱了一点儿，你妈出来呢也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跟我一顿发火，然后回来还跟你告状，感觉好像她多委屈似的。你说我一天在外边就已经挺劳累的了，完了你这一天，你就不能跟老人在家里处好这个关系吗？还得让我天天说你吗？孩子渐渐长大了，需要吃辅食了。有一天我就跟他商量，我说老公给孩子买点银鳕鱼吧。孩子小，他也吃不了多少，100块钱银鳕鱼，孩子能吃好几顿。然后他当时告诉我没钱。你说那孩子花钱的日子在后面呢，以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还要结婚生子，用钱的地方不多了。他吃的日子也在后边，就因为这一个鳕鱼，你说你，哎呀。我真不知道你咋想的，再说管你妈要呗。啥都让我管我妈要，我妈是开银行的呀。我妈之前一直住我舅家，你不知道吗？然后她刚有了一点小积蓄，然后又借钱买了个40米的2手房，她不要上班去还钱吗？那你上班替你妈还贷款就完了呗。我上班谁看孩子？而且最可气的一件事，我无意中发现他和他前女友竟然藕断丝连。联系1个多月，那个女的呢知道他结婚，还知道他有孩子，然后还愿意等他，要跟他复合。这件事情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说你还拿到这儿上来说，哎呀，当时我不已经给你写保证了吗？也不说用信用卡，咱先付个首付，咱自己整个小房，是不是？我都已经做出承诺了。房子呢？房子在哪儿？现在买了吗？你还说，当时我以为他真能给我买房子，我就寻思减轻点负担，我去上个班，然后孩子由我婆婆带。上班没多长时间，孩子住了3次院，最后还患上了那个哮喘。然后我婆婆呢，也因为身体不好，看不了孩子，我又被迫离职，在家照顾孩子。然后我婆婆呢，每天都出去遛弯嘛，早上，然后见着邻居就跟邻居们说我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。我老公下班以后呢，然后给我老公还叫到他屋嘀咕的，哎，我就感觉这个家好像没有我容身之地，我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然后我就这家谁拿你当外人呢？啊，我觉得就是你事儿多。你说我一天天的在外头，我还得谈客户，我还得谈单子，我一天还得处理家里的事儿，我容易吗我？这个家我也待不了，然后我就抱孩子回我妈那儿去住了，住不到1周吧，1周左右，然后孩子又病了，住院花了7000多，后续还需要费用。然后这时呢，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，我说让他拿一些医疗费，他说没钱，然后把电话就给我挂了。而且我住我妈家这段时间呢，他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。你还好意思说这个事儿？不说这事儿我都不来气。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电话我丢个大客户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客户我要谈成了，何止7000块钱？你恶不恶心呢？你还好意思提钱提工资呢？从我认识你，你就跟我说你每个月就是3800。是啊，身体不好，我这还放心不下，还放在身边还能。所以呢，你就是那个想尽各种办法不独立嘛。这段婚姻吧，我就特别纠结，心也凉了。但是为了孩子呢，我还不忍心放弃孩子。现在孩子该上小学了吧？对，然后上学的费用呢，现在他因为上私立校嘛，我们没有学区房，然后上私立校的费用1年2、3万，他们也不出。您现在工作吗？我没有工作，我在家带孩子。你说我这一天工作也挺忙的，我这还得忙客户，到底1个月挣多少钱啊？这个您这话我听了 N 遍了啊，每一个段落您都说，我这一天在外面挣钱，我挺忙的，我容易吗？就是您到底一天挣多少钱呢？就1个月您能挣多少钱？不7000块钱吗？他跟你说的是多少？3800。那怎么到那儿就少了那么多呢？不是，是因为是这样的，我们谈客户我得留点私房钱，有的时候还得跟客户周转。您这私房钱可没少留啊！1个月工资的50%左右。关键是我的工作性质，他是做销售。啊，咋了呢？那我这一个做销售，我1分钱不带，我跟人谈，人家吃个便饭，我兜里都没钱，那也说不过去啊，对不对？那孩子生病了不也没钱吗？孩子重要，他妈有钱。为什么找他妈呀？就是你现在啃的习惯了是吧？这边啃着你妈，那边啃着他妈，然后自己说我天天挣钱，我容易吗？你挣什么钱了？你挣的钱呢？给谁了？钱都给他妈了。我给我妈不也是为这个家吗？不是，为什么给你妈是为这个家？不是应该夫妻之间吗？你不是结婚了吗？是老人。为什么你挣的钱要给你妈呢？这是为哪个家呢？
咱把几个核心问题说清楚吧。第一个问题是不是现在挣钱还在给你母亲？是。你每个月交你母亲多少钱？现在就给1500块钱，就是生活费。我怎么听你所有理是你找你妈去，你干嘛去了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看看他们怎么说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博宏兄，做妻子的我问一下，你妈妈到现在为止为你们这个小家庭，在资金上已经付出了多少？有个5、6万吗？我听他说，你说5、6万，你认为这个数字准确吗？不准确，这只是我结婚给了我5万块钱嫁妆，然后我生孩子给了我拿1万块钱。平时呢，还有就是我就纳闷过日子。哎，你听他说，平时我想吃什么东西，或者是我妈没事给孩子买点东西啊，或者给我买点吃的什么的，这都没算。他平时也经常在对支持你们。对。你爸爸没意见吗？我爸爸不在了。你妈妈一个人。对。含辛茹苦把你养大。对。现在倾其所有来帮助你们小家庭。那你为什么不在他们的小黑板边上也放一块小黑板，把你妈妈给你们的支持都写上去呢？你长得很帅，很高大，但是你的心太精于算计了。我还真建议你去考一个高级会计师。你这一次去查他的工资是对的。我们对丈夫当然要信任，但是我们该设防的时候也要设防。有的女性就是对自己的枕边人太不设防了，等到分道扬镳的时候，除了一颗受伤的心，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因为你根本不了解。但是作为丈夫，如果认为这个日子还能过下去，就好好过；如果真的过不下去，那就不过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博宏兄。来，觉明老师。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儿叫扶贫式婚姻，总是算计丈母娘家那点钱，丈母娘家有钱还成，丈母娘家不是无底洞啊。另外一个，我想跟这个女士说一句啊，子瑜啊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你现在立于危墙之下了，这个墙随时能把你砸倒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你没有靠山了。你妈也被你们掏空了。如果咱们试想一下，你妈妈有一天突然需要钱，要上医院，你老公连给孩子的钱都不给，怎么能管你妈呢？所以现在让她改变是最好，当然，但是最重要一点是你改变。怎么改变？有危险了，做准备吧，未雨绸缪吧，自己独立吧。指望不上啊！另外一个，我想跟这个男士说，我特别不建议啊，结了婚的男人跟父母住在一起。我们家庭结构都变了，不是像过去40同堂、50同堂，是一大家族。当一个男人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心理退行，因为你回家你是孩子，你会没有责任感。我们发现80%的家庭矛盾都是源于夫妻之间的责任的失衡。我看资料写您41岁，我觉得您像11岁，什么事儿都推，一提啊那钱呢你就提你的不容易，一说起这事儿就提你的不容易。一个男人穷，不要抱怨辛苦，不要抱怨穷，人穷心别穷了。所以我觉得锱铢必较的一副嘴脸出来之后，我内在我是有愤怒的，我有点愤怒。那你生孩子干什么？你养孩子干什么？你娶老婆干什么？一个女人说我怀了孕了，在卖家具的地方味道非常大，我要休息一段时间。这个话不应该等着女人提出来，然后你才说啊可以。况且你不同意。你是要逼着他去上班，他是在力争的情况下，他才争取到的离开这个工作环境，对孩子不好的工作环境。那孩子是你的孩子吗？我确认一下，如果是你，为什么如此狠心呢？谢谢觉明老师。来，严老师，
我也很愤怒，我特别讨厌男方说一句话：“哎，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累着，回来还得管你们这些事儿，你凭什么不管呀？那是不是你妈呀？那是不是你媳妇儿啊？他们有矛盾了，你不管谁管？找个隔壁老王管？所以没有责任心、没有能力，就不要在那儿装大尾巴狼。男生倒是说了：哎，我这照顾我的父母呀，他们身体不好。”对吧？有慢性病，我放在我身边，我踏实。我认为，如果你们能够协调好整个大家庭的关系，也可以啊。但请问你做到了吗？你一个月挣6、7千，跟妻子说只挣3800，家里出任何事情都是媳妇儿去承担，父母也不用管。你是照顾了自己的父母了，他没有父母吗？他没有母亲吗？你省着钱，你父母省着钱。家里有了需要，跟他妈妈要钱。所以人不要这么自私，尤其是男人。女士，大家都在说你的老公啊，但你也有问题，你的问题也很大。你太软弱，你在婚姻中太没有底线。为什么要把你母亲给你的这个嫁妆的钱交给他？为什么给你生孩子钱要交给他呢？我就想帮他分担点嘛，怕他太累了。如果他值得信任，你信任他，把钱交给他管，你觉得他值得信任吗？不值得。没错啊。我给的建议是这样的啊，既然你们已经不愉快闹到我们爱情保卫战来了，那就要有解决方案。他不是说他一个月挣3800吗？你去工作，他在家带孩子，这不是照顾他父母吗？这关系他好相处，对吧？你一个月能挣3800吗？能，得了，他去工作，你照顾孩子行吗？他绝对不抱怨说，我一天天在外面累的。你把你父母看好。如果这个方案不行，你把你妈妈接来，你妈妈一个人更需要照顾。你父母回到原来的房子去，你妈把她的房子租出去，租金贴补你们的生活，行不行？可以。人家母亲还愿意看孩子，还不用给生活费。齐活，你选哪条路？你倒选一个呀，你不能事事以你为主啊！我把我父母弄到身边，钱我也不给你管。这媳妇儿谁敢娶啊？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看那手开始盘算。先生，你好好想想解决方案啊！如果做不到，你就按我说的做，好不好？咱也不差那钱儿，也不受那气。就这样。谢谢主持人。谢谢严老师。来，钟琪老师。孤儿寡母很好欺负是吧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啊，一个大老爷们儿那么高，哟，亲妈，你妈有钱，跟你妈拿去。可以。有个核心问题，你觉得他对你还有感情吗？不知道。你觉得他对孩子有感情吗？还行吧。还行吧。你觉得这个还行从哪表达出来的？只要不提钱，平时都挺好，是吧？那么你觉得钱这个事儿是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吗？是啊。一个父亲在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，不愿意拿出医药费，宁可去理财，你觉得这叫还行是吗？一个父亲在孩子上学的时候不愿意出学费，你管这叫还行是吗？这是什么家庭啊？拿西方的例子来举，叫吸血鬼式的家庭。我们拿中国的例子来举，有一种异兽叫貔貅，貔貅号称吞金兽，为什么？它没有排泄口，所有一切的金钱是只进不出的，它像个黑洞一样，不管你丢多少钱进去，吞掉了，再也没有口子可以出来了。你有存折，你的存折他们见过吗？你是不是花你的钱？对呀。啊，他也有存折，他的存折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他爹妈的存折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他们给孩子存的钱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你有花过吗？没有。貔貅嘛，吸血鬼嘛。所以你后来说了一个词儿，我觉得我倒是挺认同的。当时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我就挺认同的。恶心，这事儿恶心，但你承受了。关键你居然有一些认同他们这种方式。为了孩子。为孩子好吗？孩子的学业他们承担了吗？孩子的住院他们承担了吗？孩子的营养他们承担了吗？
你是为了孩子而在害孩子吗？所以你把孩子带到了一个不能给他营养、不能给他学业、不能给他爱的地方，你还说这是为孩子好，好在哪？你告诉我，你有判断能力吗？没有，你已经失去底线了。一个人失去底线，就失去自己的命运。你失去了底线，不止你失去了命运，你孩子也失去了命运。现在你幸亏有你一个妈在，有一天你妈也被掏空了，你妈的命运、你的命运和你孩子的命运，全部都失控了。时至今日，在这样的家庭里面，你居然还能做到不去工作，姑娘，我也很佩服。贫穷，你们的内心太穷太穷了。就算你们存再多的钱，就算你们有再多的房子，你们内心也是穷的可怕。就这样。谢谢陆琪老师啊，你们那么深刻，我肤浅一下，肤浅一下。我看到的其实是2个字，叫面子。正常情况下，就折腾了这么6年，就这一家人，正常情况下的一个独立女性早都走了，受不了的，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在生病的时候打个电话给老公，老公说你钱我不管，你找你妈要去，谁都接受不了。正常情况，妈妈给了钱了，说孩子有病，你们看问老公要钱，老公没了，谁受得了？还忍呢？早走了，一切都是为了想当然的面子。生活的好吗？不好。为啥不反抗？我没别的，我看问题很肤浅，我觉得就2字，就是面子，就是有人真要脸，有人是真不要脸。所以这事儿就完蛋了。你这个对等在一起没法对等啊！有人是真要脸，就，哎呀，我不能离婚啊！我嫁了一个人，我要这样啊！我为了他，我怎么样？是真要脸啊！有人是真不要脸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人家就我得力就行，这日子咋过呀？您好好琢磨琢磨。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老婆。作也作了，闹也闹了，你该说的也说了。我觉得咱们之间是，人都说7年这样，但是我觉得咱们之间真的没什么。我希望你给我，也给自己，也给这个家一个机会。回来吧，孩子还那么小，家里还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。老人呢，我希望你多理解他们。能跟咱们在一起多长时间？我觉得我父母给我带大也不容易，他们现在老了，你让我呀真的说舍弃他们，我也舍弃不了。回来吧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现在对你已经无话可说了，我什么也不想说。请亮灯啊！我最后再问你几个问题。就特别简单，如果回来的话，愿意把财权全部交了吗？这得商量。跟谁商量？跟父母。凭什么跟父母商量？你结婚了，你有自己独立的家庭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跟父母商量？没有要你父母的钱，只是把你在你父母那儿攒的钱，属于你工作之后在父母那儿攒的钱，把这钱拿回来，然后跟妻子公开财务，能做到吗？好，行，商量。第2个问题，现在因为跟父母在一起居住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已经有一些摩擦和冲突了，对吧？咱有没有可能拿父母租的那1500块钱的房子，就在你们那小区，咱们租一个近的，互相也能照顾的，不是不照顾父母，没有不照顾老人的意思吧？不是不照顾，咱们不在一起，这事儿你能干吗？也不用回答我，你想清。第3个问题，丈母娘也到了岁数了，丈母娘那边咱照顾不了，每个月能给点钱吗？你说我都能做了，问题解决了，咱回家嘛？这什么都没有，就聊完之后，最后说我还是爱你的，咱保持现状和格局，你觉得他能接受吗？我提的那3个问题，如果您都能接受，您就出来；您要不能接受，您也别出来了。谢谢2位，请回，请回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
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咱们来看看这对夫妻啊，在这个现场，在这个时间，他们有网友提问说，我主动的时候他不主动，或者说话态度不好，让我不想主动，时间长了呢就更不愿意说了，所以现在我们之间一句话都没有了，相看两相厌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们呢都已经一句话没有，相看两相厌了，男方还没有主动想要调整这段关系，那我看他其实也是主动的，主动想干嘛呢？想要跟你说分手。最后就是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传递生活正能量，天津卫视。